大家好，我是潇洒的人类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收养的一只传说中很乖的鹦鹉塞内加尔。为什么说是传说中的鹦鹉？是因为这种鹦鹉很多人都听说过它，而且大家都知道它很安静，也有很多人没见过。我也是很有幸在朋友那里收养了一只。不得不说，我朋友把这只鹦鹉养得非常好，几乎没什么大问题，将这种鹦鹉的优点简直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但是很可惜，我没有拍到过它讲话。其实就算拍到，你们可能也听不懂，因为它的前主人没有教过它讲话。我呢，也是比较随和的，也没有刻意的教过，所以它的讲话能力不如其他的同类。但是我发现这种鹦鹉吹口哨不错，与讲话比起来，它的口哨吹得更好。我在这里就不讲官方那一套，因为网络上很多资料关于产地、性格等等都能找到。我呢，就来分享一下我的亲身感受吧。它的体型比我想象中要小一些，大概在25厘米左右。因为它的体型较小，所以不需要太大的笼子，当然越大越好。这只鹦鹉是我朋友从小手养，在他家里就是散养，因为从小就捡了飞羽，所以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还会飞。一个便携猫咪外出包就是他休息的地方，白天自己出来吃喝，然后找你就想和主人在一起，哪怕站在你肩膀上什么都不做。但是遗憾的是，他家的鸟太多，没有很好的训练技能，所以缺乏一些互动性。如果在他身上多花一些心思的话，他会给你很多惊喜，因为他就是以幽默风趣而著称的。大部分的塞内加尔会和一个人特别亲，但是这只鹦鹉不会认生，这就是我曾经讲过的个体差异。鸟的性格没有好坏之分，就看主人怎么教导了。这只鹦鹉我接回来的那一天开始，就一直和我在一起，我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着。大部分时间和我在我工作的地方，在我忙的时候，我就将它放在一个地方，它会在那里等我。它好像知道我在忙，忙完会来接它，也不会叫，也不会乱飞，是真的很安静。很少有人会说塞内加尔吵，只要我在忙的时候，它绝对不会过来找我。但是当我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，它就会吹着口哨朝我走过来。这种感觉非常的舒服，让我感觉到很温暖。这也是养鸟这么多年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。它们没有其他鹦鹉那样的欲望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它们就满足了。以上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朋友教导得非常好，而不是这只鸟的天性。如果有朋友也接触过塞内加尔的话，就应该知道这种鹦鹉其实挺胆小的。在我这里的表现是因为从小见的人多，去的地方多，所以就司空见惯了。它们吃的挺简单，食量不大，但是什么都吃，所以它很容易肥胖。这只鸟就有点肥胖了，主人要注意它的营养均衡。平时我早晨给吃点谷物种子，然后白天我基本就是给水果和蔬菜。我还养了2只蝈蝈，它很喜欢抢蝈蝈的萝卜吃。每晚我都会将一根树枝洗干净放在它旁边，早上起来它会吃饭，然后啃咬树枝，然后来叫我起床。如果没有树枝或者玩具的话，它就会搞破坏，咬坏了我一个键盘，一个耳麦。所以和人互动的时候要注意身上的首饰或者衣服上的配饰。但是它们不咬人，和人玩的时候它们不会用力咬。如果你不能像我这样随身携带的话，那么它的鸟笼里一定要有很多的玩具，还要有供它啃咬的东西。它很爱咬东西，这只鸟对金子情有独钟。前几天把一个顾客的金手镯咬了一个洞，还好顾客人很好，也没有提出让我赔偿，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太可爱了，那位顾客和它玩了1个小时。至于它是否真的安静，我的结论是，所有的鸟
都会发出声音，这是天性。塞内加尔也不是不叫，它们只是比其他种类的鹦鹉更安静。它们的发声主要是以口哨声和那种嘎嘎声。早晨起来，它会和牡丹鹦鹉问2句早安，它不会叽叽喳喳的连续叫。假如你住在公寓里，或者你的空间不能容忍一只响亮的鸟叫声的话，塞内加尔鹦鹉可能是你正确的选择。我为了测试塞内加尔的性格，又接了另一只来养。这只还小，只有4个月大。这只鹦鹉是笼养鸟，主人平时没有太多时间和它互动，所以它比较怕人，但是也不会反抗得很厉害。这是我接回家的第1天，它就可以站在我身上睡觉了。可以想象它的性格是多么的随和，但是它还是很胆小，尽量让它在你的衣服口袋里，这样它可以感觉到在你身边是安全的。我没有准备去训练它其他的技能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很可能它也学不会，因为它的性格太腼腆。我倒是觉得它在训练我，让我做事情不要太着急。我只要有空就会和它互动，一起玩玩具，然后教育。虽然它不会飞，但是它会走，这种画面真的很搞笑。我觉得塞内加尔很适合女孩子养，男孩子养的话可能会很着急，因为它的性子简直太柔了。好了，我们总结一下吧。这种鹦鹉最大的优点就是安静，这种安静是真安静，是站在那里和雕塑一样的安静。但是当你想和它玩的时候，它也会和你玩，不会拒绝你，随时都在等着你去和它玩。缺点呢不是很明显，也可以说是短板吧。技能训练起来比较费劲儿，其他貌似没什么大问题。口技方面呢也没什么太大的优势，没有鱼粉，不爱洗澡，不挑食。这里我讲的优缺点也只是相对性，可能对于性格活泼一点的养主来说塞内加尔有些枯燥。对于喜欢安静或者比较佛系的人来讲，又比较适合塞内加尔。这次我不能再那么多废话了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欢迎给我留言或者发邮件到我的邮箱。好了，我们下周再见。